冬煮收藏，收藏对于生命来说就是回春归根，所以一到了入九，很多人开始大补起来，各种补开始登场。其实人体自带一个补的开关，它就是人体的地气开关，打通人的地气开关，就可以将冬至以后一阳出生的阳气牢牢地收藏在人体内，让其慢慢生发生长，为体所用，确保开春甚至来年都身体健康。下面我马上带大家找到人体的地气开关，它就在我们的脚底涌泉的位置。在我们脚底这里是一个人字纹，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涌泉的位置，找到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。激发涌泉比较简单的就是用手来拍打，手掌心这里有个劳宫，它就是一把火，我们就是用这把火来拍脚底。好，力度适中的拍打，掌心对准涌泉的区域，力度适中的拍打，不要太大力，先轻再慢慢的加力，加到合适自己的力度。就这样连续拍打5到10分钟，拍完左边再拍右边，方法也是一样的，最好拍打到这里微微发热。如果不想拍，大家也可以泡脚，通过泡脚来打开这个地气开关。泡脚是一个很土的方法，它虽然土，但是它对身体真不是一般的好。坚持泡脚不比你吃一些补的东西差。泡脚对身体的影响之一就是引血归元，就是把气血引到脚上，实际就是引到涌泉穴去。把气血引到涌泉来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使人不容易衰老。所以女士们如果有空不要偷懒，可以多拍拍涌泉，或者多泡泡脚。泡脚可用热水泡，也可以用这款温党汤来泡。温党汤是一个流传很久的土方法，现代人都适合用温党汤来泡脚，尤其是口罩事件以后，各种各样的指标高、睡眠问题、男女问题越来越普遍。而这些问题的背后，其实潜藏着同一个威胁，那就是痰湿。有个真相我要告诉大家，身体很多不明原因的问题，总是搞不好的身体问题，大多数是痰湿导致的。痰湿的人特点很明显，体型肥胖，腹部肥满松软，头发容易油腻，皮肤总是脏脏的、腻腻的，手脚凉凉的，懒得运动，喜欢睡觉等等。温党汤恰恰就是对痰湿最好，坚持用温党汤泡脚，不但能够打开身体的地气开关，温暖身体，驱赶寒冷，还能泡走身体的各种痰湿，由痰湿引起的各种问题也没有了。失眠的人头上有把经络锁，每天花10分钟解开这把锁，让你倒头睡到天亮。失眠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，特别是中老年人，很多都是整夜的睡不着觉。长期的失眠会摧残我们的身体，特别是原来身上有三高、脑功不足的人，身体的状态会持续下降。所以要有好的睡眠，才能有好的身体。今天教大家怎么去改善睡眠。头是身体经络的汇总之处，不管是哪里出了问题，让你睡不着，最终都反馈在我们的头上。这里就像是有一把锁，锁住了你的睡眠。我们要解开头部的经络锁，释放你的好睡眠。我们先准备一把紫檀木经络梳，这把梳子跟普通的梳子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它的梳头圆润宽大，能够很好的渗透深入到我们的经络当中，充分疏通到经络上的组织点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打开经络锁。第一步，开天门。我们用这个圆润的梳头，顺着我们的印堂往上去推，推50下，把我们的印堂完全打开。在推的过程中，如果感受到皮下有一些轻微的颗粒感、小疙瘩，这是经络的淤堵点，你就用这个圆头把它碾碎、推平，慢慢的这些堵点就疏散了。正所谓眉心一通，头脑轻松。把天门推开，你会感觉头脑特别轻松，特别清爽。
而且你会发现脸上会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，这是因为推动了经络气血往上走，促进了头部气血循环。第二步，通百会，百会在我们头顶正中心。我们拿着梳子，从前发际线梳到后面大椎的位置，梳50次。经络梳的弧度设计非常巧妙，能紧紧的贴合头皮，在疏通百会的同时，还能顺带疏通头顶中线的督脉和督脉两侧的膀胱经。你可以闭上眼睛感受一下，你整个大脑是非常轻松的，整个人的内心是非常安定的。第三步，梳脑后两侧。我们手持2个梳子，从脑后从上往下梳到脖子根上，反复的梳50次。你会发现越梳越舒服，越梳脸上耳朵越热，有气血往上涌的感觉。对于一些经常头晕迷糊、脑功不足的人，这个动作有非常好的帮助。好，当我们梳完这3步后，头脑特别舒畅，整个人就安静下来了。最好我们在睡前梳一梳，然后躺在床上，安静的闭上眼睛，过一会你就会睡着的。百练不如一蹲，今天教大家做乞丐蹲。想脾胃好的朋友，饭后坚持蹲10分钟，脾胃会一天比一天好。男的40岁，女的35岁以后，都要好好养养自己的脾胃。要坚持把视频看完，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。中年以后，把脾胃养好，比吃什么名贵的东西都要好。好，现在我带大家做乞丐蹲，脚一堵墙，背要对着墙，脚后跟离墙大概1个脚的位置。如果是女士，可以双脚并拢；如果是男士，双脚要稍微打开一点。然后屈膝下蹲。头要中正，头顶百会与会阴穴成一条直线，臀部压紧在小肚子上，3贴一放，3贴就是头、肩膀、后腰贴在墙上，一放就是手放在膝盖上，这就是3贴一放，完整的动作就是这样的。南怀瑾把这个姿势叫做乞丐蹲，因为它就是古代乞丐经常做的一个动作。乞丐他虽然吃得差、睡得差，但是那时候的乞丐他们的脾胃特别好，就是得益于这个蹲的姿势。好，就这么简单。脾胃不好的朋友，饭后坚持蹲10到15分钟。蹲的过程中，如果出现打嗝、放屁等肠胃蠕动的情况，是正常现象，是浊气下降了，再自然排气，是开始起作用了。有很多朋友脾胃不好已经很久了，吃一点东西就饱，难受，还便便不成形，加马桶，消化不好等等。如果是这样，一定还要再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给肚脐这里补一补能量。我手里就是一款现成的专门给肚脐补能量的肚脐贴，我把制作的方法也告诉大家。准备花椒6、7个，桂圆肉1个，艾绒一点点，把这3样放在一起，充分捣碎，然后搓成团，花生米大小就行。艾草也叫至阳之草，桂圆肉最擅长补脾气，花椒就是帮助走动。艾草的纯阳之气，桂圆的补益之气，进入身体后就靠花椒带动走到身体里。不管你是用我们现成的还是自己自制，使用的方法都是一样。睡前取1个放在肚脐上，贴上胶布就可以了。第2天早上起床再把它拿掉。在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丸子的能量会通过肚脐这个通道直达脾胃。南怀瑾在原来的方法里说，除了贴肚脐，2个脚底的涌泉也要一起贴。把丸子稍稍压扁，
贴在涌泉的位置就可以了。不管是脾胃差的，还是湿气重、寒气重的朋友，都可以贴。我们的肚脐贴，你收到后打开闻一下，味道非常浓郁，浓浓的味道，越浓表示材料越好。有一些一打开没什么味道的，表示材料很差，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差的材料贴上去是没有用的，只要用好的材料，一般快的话贴1个月就能很明显的感受到其中的改变了。脾胃是后天之本，年纪越大的人越要重视我们的脾胃，因为只有脾胃好，气血生化才会变得更加足，手脚才会变得暖洋洋的。家里如果有小孩的，也可以贴一贴，脾胃好，小孩的胃口才会好。